人走向死亡真的是不变的宿命吗？整个宇宙难道真的没有打破这一宿命论的方法吗？你别说，还真有科学家提出了设想，叫做麦克斯韦妖。1871年，物理学家麦克斯韦自称找到了熵增定律中的 bug， 且将它命名为麦克斯韦妖。看到妖字，或许你还以为科学界也开始搞起了玄学，其实它指代的是假设的意思。简单来说，麦克斯韦认为宇宙中肯定有一种特殊的机制在对抗着熵增定律，它可以任意追踪每一粒子的运动，还能让混合体中的不同粒子分开自成一家。以这种方式对抗，就能有效的使熵值减小乃至消失。这原理就像是在一个装有气体的盒子里放置了一块挡板，挡板中有一个非常小的门，门口有一个妖精正在把守。不同的气体分子的速度不一，按照速度快慢来说的话，则可以分成冷分子和热分子。麦克斯韦妖就蹲在门口观察，看看目前通过大门的是什么分子。如果一开始他就将冷分子放在左边的话，那么之后麦克斯韦妖也会跟踪其他的冷分子，并让他们进入左边的门。同理，对于热分子，麦克斯韦妖就会将之送进右边的门。由于这只妖精非常之小，小到肉眼无法看到，因而它所消耗的热量几乎为零。这也是说，麦克斯韦妖是在不做功的情况下就实现了能量的转换。既然都没有做功，就谈不上所谓的能量损耗了，熵值也就无法产生。麦克斯韦妖这一说法提出之后，许多科学家都对其进行了反驳。譬如1948年，数学家香农就认为它其实是一个悖论。原因很简单，在分选粒子的时候，麦克斯韦妖确实没有做功，但它需要记录存储信息，以决定什么时候开门关门。它甚至还要时不时的删除信息，这些操作都要消耗大量的能量，产生熵值。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制造麦克斯韦妖的热情。2007年，科学家就利用一种光能门造出了麦克斯韦妖系统，但是这一系统的本质还是在重复用信息换能量的操作。麦克斯韦妖始终都要掌握粒子的信息。那么有没有可能存在一种什么都不知道的麦克斯韦妖？也就是说，这个麦克斯韦妖需要消耗一丢丢能量，以查看系统有没有获取能量，再决定给不给粒子开门。当然，由于它没有掌控系统的内在状态，因此它就不可能知道开门放进来的粒子是怎么一回事。因此有人又将这一状态的麦克斯韦妖称为赌徒。一旦赌赢了，那就是用小小的能量换取了巨大的能量，麦克斯韦妖也就短暂的颠覆了熵增定律。赌输了，那么自己就会消耗太多能量，赌徒只能下桌。因而最好的办法其实还是赌赢了就赶紧跑，赌输了也要及时止损，否则就会遭遇更大的损失。谁懂科学的最后竟然带有些许玄学的意味。看到这里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